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相信各位已经看完了 1.5 版本的前瞻内容了吧？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来 1.5 版本的全局规划抽取建议。当然，主要是提前了解角色的机制情况啊，给准备入手的开拓者有更好的准备。视频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1个硬币是10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情况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有经验拿，谢谢。卡池方面，上半是霍霍，下半是银之和复刻的5星角色银狼，还有4星角色行压。本次 1.5 版本除了常规的活动角色之外，活动还可以免费获取4星的丰饶关追，不过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属性啊，以及2套全新仪器、2套位面饰品。第8魔女宇宙开放，后续会单独开一期视频说分别适合谁吧。还有万雀之庭的重要更新，进入下一关可以按照上一关阵容，可以不用再编辑了，还可以重新挑战。比如我混沌时下半打错了，还可以通过下半开始打，不用从上半开始打了，大大提升了万雀之庭的这个游戏体验啊。先来看看上半的霍霍，风属性丰饶5星奶妈角色，他的战绩可以给指定友方以及相邻的角色提供治疗，也是目前通过战绩奶多名队友的角色了。霍霍的终结技可以给除了自己的友方提供充能以及攻击力加成，相比目前唯一的单体充电宝停云有不同的表现。停云强度主要在于它能够给指定角色提供高额充能，提供回转，从而变相提高伤害以及容错率。而霍霍则是回复3名角色，在充能上会比较少，不过目前还没有说充能不重要的角色吧。霍霍天赋是释放战绩有 buff， 可以给友方角色提供解除负面效果以及持续治疗2个回合。从霍霍机制来看，看出是一个耗点比较多的角色啊。相比罗刹残点解控区上，霍霍优势在哪里呢？在于充能方面，加攻击力属于锦上添花了。而从个人角度来说，霍霍和罗刹之间他们有各自的优势，2个都可以抽的。在配对方面，耗点比较多可以选择罗刹，耗点比较少的情况可以选择霍霍来提供充能回转。霍霍的秘技可以恐吓敌方逃跑，从前章可以看出进入战斗有概率获取给敌方降低25%的攻击力，持续2个回合，大大提升队伍的生存能力了。不过具体表现如何还需要等待正式服的测试才能更好的了解。下半卡则是我们纯美骑士银之，熟悉魔女宇宙事件的各位应该知道，每次都是好事件啊，之门。Nice。银之作为一个物理致死病图的5星输入角色，他的战绩可以对敌方造成伤害，和警员战绩是一样的。大招有2种伤害模式，当银之能量未达到上限的时候，对敌方造成全体伤害；当能量到达上限后，全体造成伤害还有一段的随机伤害。这个大招可以在不同情况决定什么时候释放了，比如敌方全是小怪的时候就没必要等上限再释放了嘛。但敌方有精英怪可以使用更高能量的上限伤害。虽然银之的能量要求比较高，但是回能也很快啊。银之的天赋可以根据敌方攻击目标来获取能量的，还能提高暴击率，听说是25%暴击率啊，更加容易的毕业了。从银之的机制可以看出，吃敌方怪越多，获取能量越多了，对群也就越强的角色。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啊，银之的战绩和大招都是全体伤害的，那面对单体怪不就难受了吗？你能想到的，策划也能想到。银之的大招前面也说了，当能量达到上限时候会造成随机移动伤害，这个是银之的重要机制了。面对群体小怪的时候，这个随机移动伤害可能会达到一个小怪没秒掉，从而大炮打蚊子。如果面对的是单体怪，这个随机伤害就会稳定在这个敌人身上了，大大提升银之的对单能力。相比同为致死的警员，神君也有对单能力的，但是神君出伤慢以及怕被控已经印在很多人的脑中了。到时候就得看看银之随机移动伤害倍率如何，到底高不高，决定银之的强度了。银之的秘技是给敌方大世界挂眩晕效果，主动进入战斗可以给银之回复能量，而且最重要是可以脱手的，这个秘技可以说是非常好用了。意料之中，复刻稀有后就是银狼了，那么银狼在新版本到底有没有必要抽取呢？这个角色抽取建议就很简单了，分为2种情况，一种是有希尔的玩家或者练清雀了，一种是这2个都没有玩的玩家。为什么这么分呢？因为银狼作为一个单体争议挂弱点的量子角色，在目前版本无疑最佳适配是希尔量子角色了。随着量子角色的发展，更稳定的挂弱点以及收益更大的组合，也就得出结论了，没有玩量子弱点几乎可以不用抽到银狼了啊！不是代表说不能搭配其他角色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想，你的警员、卡夫卡、影月等等角色一般会搭配银狼吗？可能有，但是很少吧。主要还不是单体的问题，还是挂弱点上的。
你要刚好有敌方的弱点才能轻松的挂，这个很难吧？而且像以上的队伍更加适合佩拉的配对会比较好。佩拉的群体减防、残点能力强，放用性佩拉会更胜一筹。当然 1.5 版本银狼抽取方面我也想到了，量子套的银之双物理双量子配对，官方也展示了过搭配银狼的一个组合啊，银之行压银狼加上敌方弱点的生存位或者浮悬，这个队伍个人觉得是大幅可以提升银之的对战能力了。具体表现如何，请等待正式服测试就知道了。如果准备想抽取银之的小伙伴，不妨等待这一波测试之后的表现如何，再进行抽取银狼。然后来说到最后一位4星角色行压4星物理同谐命图的辅助角色，他的战绩会给敌方造成单体伤害以及易伤效果，提高我方输出能力。看似是银之的专辅，但是易伤效果可以搭配很多输入角色，这一点非常的好。对于辅助角色来说，很少的玩家多了一些满星的混沌希望了。毕竟很多人现在布洛尼亚可能还没有，2队角色辅助都不够用了都。行压的大招可以给我方角色的单体提供速度和攻击力，不管是 DOT 角色还是直伤角色都很需要啊，感觉很多角色都很适配。而且行压的天赋战绩给敌方挂 buff 的时候，受到我方角色攻击次数会回复一个战绩点，就是不知道克拉拉这种反击次数比较多能不能生效多次了。行压的秘技可以给随机敌方挂1-3的 buff， 不过不能脱手呢。总体机制看下来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辅助呢。总体下来，霍霍作为一个全体回能加攻解控能够持续治疗的5星丰饶奶妈，可以说是优先抽取了。如果你已经有罗刹和浮悬情况下，可以保持观望一波，是否有抽取的必要。而下半作为智石的银之是一个5星输入角色，相信很多人到时候也会对标同为智石的警员吧。银之在没有看到数值之前，还是别下定论了，属于观望的一手。至于银狼，只要有养稀有或者清确，可以说毫不犹豫拿下了。没有玩可以等到一波银之和银狼表现再考虑是否拿下。考虑一个金情况下，还是比较推荐抽霍霍这名丰饶还带着同谐功能的角色啊。毕竟还是那句话，铁打的辅助，流水的 C 嘛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。不过这里想问一下各位1.5打算抽谁呢？欢迎在弹幕里讨论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